Wendy，你今天看起来真漂亮，今晚要和男朋友约会吗？是的，好，那谁付钱？他每顿饭都买单吗？我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，通常都是 AA 制。如果是特殊场合，另一方会请客，比如他付我的生日晚餐，我付他的。但说实话，我确实知道有些女生期望男生在第一次约会时买单。第一次约会，行，那就像是试用版。但听着，我曾经和一个银行家约会，每次约会都是我付钱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当时年轻、愚蠢，而且对存钱过敏。总之，他赚的钱比我多得多，所以我建议我们 AA 就一次。当我们计划去一家高档意大利餐厅时，然后呢？灾难！他看我的眼神就像我要求他分摊养气费一样。我结束了这段关系，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好的决定。他居然说，如果一个男人付不起钱，他就不应该交女朋友。这挺极端的。这是订阅套餐。如果你想在本地约会圈生存，第一次约会买单确实感觉像是一种普遍期待，之后就不一定了。但我不明白，怎么能喜欢一个人，然后就因为 AA 了一次账单就说不行？这在哪个世界说得通？在菜单是性格测试的世界里，我甚至有个朋友和男朋友分手，就因为他们总是五五分账。他说他没有安全感，如果一直 AA， 他感受不到被爱。所以爱情就是收据。对某些人来说，买单是一种信号，像是付出、慷慨、诚意。但把金钱当作唯一证明，仍然有风险。有干爹才会每顿饭都买单。我喜欢轮流，第一次约会我付，第二次约会他付，让债务一直存在，这样我就总有借口再见他。这是你说过最不浪漫的浪漫话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当我和一个还不是我男朋友的男生吃饭时，我坚持 AA。我不想让免费的食物变成义务。有些男生即使我多次要求 AA， 还是坚持要付钱，这让我很恼火。我不喜欢欠任何人人情，而且我希望能自由地点我真正想吃的东西，不用感到内疚。但还有一件事，如果我们 AA， 请不要算到分。如果账单是30.10新元，别说你的部分是15.05新元，就说好，15块就行，剩下的我来付。确实，爱情死于小数点后2位。你还记得2022年那个故事吗？一对情侣在第一次约会后留下270新元的账单没付，据说双方都坚持另一方应该付钱。记得，我一直想知道他们当时在想什么。我听说那个女生最后付了他的那份，不知道那个男生怎么样了。我还是不敢相信，那个男生居然想让女生付饭钱。既然你现在结婚了，你付你老婆所有的饭钱吗？现在真的是五五分了，因为我们从联名账户付钱，所以从技术上讲，我付钱用我自己的钱，还有他的钱，因为他的钱也牵涉其中，他就不太愿意选贵的餐厅了。哈哈哈，好了，我们5分钟的休息时间结束了，回去工作吧。祝你约会愉快。